比特币会在4万止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比特币在触及4万之后呢，有了非常狂暴的反弹。那当然，以太坊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呢，依然持有这张以太坊的多单。那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到$2500的价位了，等于说呢，我们产生了大约吃到了$400的涨幅。那现在呢，有86万多台币。那当然，相加起来的话，还是有110多万的。当然，这个利润呢，比我们前期已经少了非常非常多了，利润正在巨额的缩水当中。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 Biget 你只要 KYC 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现金一样是可以直接提币的。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嘛，其实从周线来看呢，比特币在上涨的过程，当然上涨它一定有往下的修正，那我们在下跌的过程一定也有往上的反弹。那现在呢，其实在周线上，我们基本上呢可以分成2段。第一段呢就是我们从15000到3万的这一段，那第二段就是我们从25000到49000的这一段。那我们可以稍微衡量一下，目前它回调的这个比例大概到多少？因为我们在回调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用斐波那契的这个工具。那其实，比如说斐波那契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拉法，比如说这样子拉，或者说这样拉，对不对？那其实这2种拉法呢，那对于这个在图表上面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是这样拉的话，那我们看的是我们针对这段上涨呢，那我们回调是到了多少的比例？那你可以看大概是618到786左右的这个位置。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个地方它是到了618到786嘛？那其实我们第二波它其实回落的这个幅度呢，也是到了0.5到618左右，所以其实这2次都回落的蛮深的。但我认为呢，我们现在不能这样看了。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拉一个从25000一直到49000的斐波那契回调的话呢，那这个级别我们在前面呢只有一种画法。如果说我们要相比较的话，就是我们要直接从15000呢直接来拉到3万。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一拉，我们可以发现，这样有点干扰。我们先把这上面的让它消失。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从15000到3万的这波上涨呢，它回落的幅度是到了382。那其实我们在这种周线级别上呢，通常回落的幅度都没办法到太深如果说太深的话，那这个趋势基本上就是被改变了。那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呢，如果我们从25000到49000的这波上涨我们看成是一段，并且我们要计算它回调能到哪边的时候，或可能到哪边的时候呢，其实382就是一个还蛮合理的位置。那382也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样就大概在4万或者说39000多将近4万的这种价位。而且它回落的幅度呢，不只是382非常的雷同就连我们回落的幅度大概是20%左右，也跟我们现在从49000呢一直回落到可能4万或39000多，快4万的这个回落的幅度是差不多的。那其实我对于斐波那契有一种解读这个我相信你在其他地方都是听不到的，就是如果说是周期越大的回落呢，它越不能大。这个要该怎么去理解呢？比如说我们在周线级别如果说它回落的这个幅度它超过了0.382的话，那其实大家真的就要非常小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说我们在前面的这段上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回落？有，它就是382的回调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之前这轮熊市的几次反弹的例子那当然这里是空头走势，所以我们的斐波那契呢拉的就会是相反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斐波那契要1上0下还是1下0上，或者说到现在还会拉反的话呢，那非常欢迎你观看我们之前的教学影片我们之前教学影片都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它其实就只走了一个382的反弹，但是382的反弹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非常非常大了。那其实我们在周线上出现这种比较微幅的或者说是236、382这样的幅度呢是比较常见的如果说是再更大的话，比如说0.5啦，甚至到618啦，这个就会比较少见一些。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的话，我们也要怀疑它是不是趋势真的被逆转那我们再来可以看到呢，我们在此处它的反弹它就刚好是一个236的反弹。那也没错，我们后续也延续了这波趋势继续往下。所以其实我们在周线上面它的
回落的幅度或者说调整的幅度呢，都不能到太夸张。你说什么哦？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一画，对不对？然后我们到0.5或到6118，比如说到34000，到618是到34000。那如果说比618再更深一点，就要到33000、34000了。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的价格真的能推回到33000、34000的话，那这波上涨它肯定是已经完全消失了等于说在周线级别我们对于回调的这个容忍程度呢，就不会有在日线甚至在4小时上面容忍程度这么样的大，这是比较特殊的统整对，好，那我们再回到日线级别，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其实4万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我们之前就有谈到，那其实它也确实在这个位置获得了支撑，然后也反弹了，现在已经反弹到了41800，这个我们在之前直播当中就有谈到过了。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强调4万的支撑呢？它的效果呢，或者说包括重要程度，还有它的强度都会比38000要来的更强的。38000在这里它也是个支撑，这绝对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多头趋势当中我们看的是支撑它有没有发挥效果，因为我们在多头趋势当中，支撑是一定要发挥效果的。如果说在多头趋势当中，支撑的效果它都不好使了，支撑都不好使了，那我们这波趋势结束的可能呢，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你看38000跟4万，他们这两者呢，虽然说它确实都是互换，这绝对没问题的，但是他们的根本是不一样的。我们38000呢是把原本的支撑突破了，那当然回落的时候会变成原本的阻力突破了，那回落的时候会变成支撑，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4万它本来就是个支撑，这个支撑是不能被跌破的，尤其是我们这个箱体的下缘。我认为4万的支撑它的重要性会远比38000要来的重要的多。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纵观一下其实我们在多头走势当中呢，其实是不太需要去在意阻力的，阻力只是给一个参考价位，因为阻力呢在多头趋势当中它就是拿来破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呢，我们在往上破之后那比如说25000它还能不能回来呢？就绝对不行如果能回来的话，那这波多头趋势就已经终结了，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第二个震荡的箱体呢，33000、34000这里不能回来，这里如果回来的话，那其实我们的趋势也已经结束了。那当然推到现在其实就是4万左右的这个价位，而且这个道理呢，它其实是屡试不爽的对，屡试不爽的。你可以看比如说这个位置对不对？15000它突破之后，那当然是不能再回去了。然后这里呢它回去了没错，但这里是个假的跌破，它是个假的跌破。如果说是真跌破的话，那我认为我们的多头趋势就确实是已经消失了。那再来往上的话呢，是25000，它确实这里有一点暧昧但它最终是没有明确的跌破的，所以这个法则其实都是通用。那当然，如果我们去复盘我们前面的熊市的话，那当然这就会更好用，因为熊市呢这个效应它只会更明显，可以破，可以短暂的破，但它不能真的破，破的话都只能是假破如果说是真破的话，那就不得了，我们趋势就被结束了。像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个箱体的上面呢不能被破，然后回来呢这个上面不能被破。在空头趋势当中呢，阻力它是一定要发挥效果的如果空头趋势当中的阻力都不好使了，那么这个空头它其实也气数已尽了。那我们再往下你可以看到44000、45000的位置有产生阻力，那你说这个地方它有没有突破呢？其实是没有的，因为这里是个假突破，它后来又回去了，没隔多久又回去了。然后我们再往下你可以看到，那其实在空头走势当中，我们真的不太需要去在意什么支撑、什么支撑、什么支撑，因为其实支撑最终都是拿来破的。你可以看32000的阻力呢，它也不能被突破。然后我们再往下，25000的阻力不能被突破如哪天它真的被突破了，那这个趋势就被反转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再往下，对不对？这个地方阻力是18000，这也不能被破。如果说我们被破了，那我们的趋势呢就彻底被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为什么4万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其实我认为我们在4万我们再缩小一点级别，我们在4万呢，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即使它最终要下破其实下破也有可能就是38000就很弱了嘛，对不对？但这个位置呢，即使它要下破，它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我自己会比较认为它在4万左右，然后开始至少先开启这种比较短时间的震荡，这个还是机会很大的。那我们可以短期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前高的位置大概在43569左右呢。如果这里被突破的话，那就代表我们的空头趋势呢确实它已经
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啊。那接下来走震荡的机会，或者说上涨的机会呢，就会比较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其实还有最后一个理由，就是你说这波下跌它杀的到底是什么人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去下跌呢？对于庄家来说，现在做多的人真的是不多了，对啊，做多人是真的不多，所以他没有必要这样子杀。那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持仓，其实也不高了，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资金费率。资金费率我们可以反着来看啊，就是其实我们呢，你说现在是已经到达这种顶部了，或者说这种这个大顶，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啊，如果你有复盘，你一定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往的这种很大型的顶部，比如说这3-4个月来的顶部，这半年来的顶部，这1年来的顶部，它当时都是在资金费率很高的情况之下的。那我们现在有吗？其实我认为是没有的，甚至我们在冲锋的时候，在上涨的时候，在消息面来临的时候都是没有的，因为已经被这根针给清完了。这根针清了绝大部分的杠杆了，也是当时我们的资金费率也开始恢复正常，那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这种资金费率非常异常的情况。我认为这里形成这种很大型的顶部，短暂的顶部有可能，很大型的顶部，我认为这个几率还是不大。对，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去吃了一家无菜单的日本料理，还不错啦，这是尾鱼上腹，然后这个又有一点这是什么呢？熏鱼软。还不错，就是鱼很新鲜啊，醋饭也很不错。今天吃的不会超拍夹，好 ，OK， 就是蛮好吃的，不会超拍夹。啊，但这个就是，我家附近的了，对，就不是最近很红的店了，对，好 ，OK，拜拜。